眼前这个小女孩正背着一捆柴火往家的方向走，可她不知道的是，爷爷奶奶已经把她卖给了城里的老鸨。她才仅4岁半，从小没了爹妈的孩子就已经承担起了家里的农活。就因为在古代这种重男轻女的时代，男性被视为家庭传承和财富的象征，而女性则被贴上生育和家务的标签。这孩子也太苦了，这个姚老太婆怎么那么狠心，也不怕被雷劈死？这么热的天，小妮妮怎么打了这么多的柴啊？小心把你的骨头压断了，以后可长不高。妮妮坐一会，你怕是中暑了，喝口水吧。谢谢二叔婆，我得快点回去，再吃我奶就生气了。大家都知道小妮妮家的情况，自己想好心帮忙，可是回去迟了被打受罪的可是小妮妮，所以谁都不敢挽留她。人家这么大的孩子有的才断奶，他家3贵也还要喂呢，这姚老太婆真的不是人。来，六婶，这还有几颗杂粮饼子，妮妮先咬2口顶顶饿，她那老婆子也不会给你留。小妮妮想要拒绝，被六婶强行塞进了嘴里。杂粮饼子不大，小妮妮连忙点头感谢，太饿了，如果不是好心的香菱偶尔给她点吃的，她应该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姚老婆子也太过分了，这么好的孩子父母又不在了，应该心疼都来不及，怎么舍得把他卖掉，而且还是卖去那种肮脏地方？家里不是还有大伯大娘和三叔的吗？省2口就能养活，也没人帮他说话，一家子都是糟心货。小妮妮的心咯噔了一下，不好，自己要被卖掉。桃花村隔几年也会有1-2个女孩会被卖掉的，但是大多都是家里太穷，孩子又多养不起才卖去给好人家做童养媳，或者去给大户人家做丫鬟的，一般也养过了8、9岁才会卖。听刚才路人的话，自己怕是要被奶奶卖到青楼。奶奶怎么那么狠心，自己可是她的亲孙女呀，而且从来没有偷过懒。爷爷也认为她是个赔钱货，是扫把星，但是绝对不可能把她卖入青楼的，肯定不会的，一定是有什么让村里的人误会了。小妮妮自我安慰着，加快了脚步往家里走，再迟就要挨打了。她可是出门大半天了，家里的猪和鸡肯定还要等着她来喂。10两银子给你们，人货两清，待会孩子回来我就带走，以后就没你们姚家什么事了。那扫把星打柴去了，待会回来你直接捆了就成。姚大石的声音没有一点温度，好像说的是阿猫阿狗。老婆子，待会给我1两银子，给我打几壶酒喝。不行，这钱要留给富财，可不能动。过2天他就休沐回来了，我得给他买点肉补补。老姚在学院都饿瘦了，他可是要考秀才的，我还指望他给我挣个诰命呢，给他点零花钱我还觉得不够呢。嚯，小丫头回来了，来奶奶，婶子给你糖吃。刚才爷爷奶奶和老鸨的对话，小妮妮都听到了，知道这人不是好货。小妮妮吓得不知所措，哀求着爷爷奶奶：爷爷奶奶，我少吃饭，多干活，你们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绝不顶嘴，求求你们不要把我卖了。你这扫把星，一出生就克死了你爹你娘，克得我们一家没有出头吃。我前2日生病也是你克的，不卖你卖谁？小妮妮虽然年纪小，但是也是听村里的老婆婆说过的，知道青楼那不是好地方，这会害怕的缩作一团。忽然小妮妮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：大门外100米有你的救星，你必须在10分钟内抱住他的大粗腿，并想办法让他救你，才能保证逃过这一劫。如果你如愿以偿，将道歉转运空间1000金币，1个月内如数偿还。小妮妮懵了，她从很小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开始，就能看到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只是以前她太小，说话都不清楚，也找不到信任的人聆听，表达不出来，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但是这回她算是听明白了，只要不被卖掉就是她的终极目标，任何条件她都没有时间去考虑。我不要被卖掉，我不要去青楼。小妮妮怀着这样的念头，决定拼死一搏。她一低头抓住了爷爷的胳膊，拼尽全力咬了进去。你这丧门星还敢咬人！小妮妮往大门外跑了出去，能找到大粗腿应该就有救了。求求您，求求您了，爷爷奶奶要把我卖去青楼，求求您救救我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的，您是好人，求求您了。平时小妮妮的话很少，但是这会儿把在村子里婆子那听到话都用上了，也是疾病乱投医。她想抓住这点微弱的希望，也不管面前的人是不是那个声音说的大粗腿。丫头，你快起来！来人正是村子里的老族长。妮妮被老族长一把拉到了身后。你们这是要把这么小的丫头卖去青楼？姚老太爷，你家可是村子里数1数2的富户，良田都有几10亩，何至于此？老族长铿锵有力的声音引来了村子里不少人围观。让严老爷见笑了，小孙女不听话，只是教育她。不是的，他们是真的没有把我当人，要把我卖到青楼，银子奶奶都收了，我看见了。
十有八九老族长就是刚刚那个声音说的，他的救星大粗腿。教训孩子还需要青楼的老鸨来，老鸨是他的爹娘，这就是你姚家的家风。就算卖孩子，那也是我们姚家的事。严老爷还是回去管自己家的孩子吧，今晚能不能吃饱饭还不一定呢。老族长一辈子饱读圣贤书的，只是20多年霉运磨光了他的心气，平时在村子里努力减少存在感，都是低调做人。这回好不容易仗义直言，哪里看得别人卖亲生子女进火坑，自己没本事养活，自然有别人收养，但就是不能卖到青楼，不然可就是我们桃花村的事了。败坏的可是桃花村的名声，不然我就一张状子把你告到县衙去，你们少不得吃几十棍子。围观的村民里都知道，老族长虽然落魄了，但是他如果舍得这张老脸找到县衙，还真难说姚家能落得好。大圣朝宽待读书人，秀才见了县太爷都不用下跪的。造孽啊，家里也是出读书人的，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？照我说，就应该把他们给告了，让姚家人长长记性。把村长和族长都叫来，让他们主持公道，不然谁还敢嫁来桃花村？严老爷何苦管这闲事？你再不走，我现在就写状子连你一起告了。大圣朝的法律规定，可是不能买卖幼童的。老鸨看势头不对，村子里不少人都围了上来，一下旁边七嘴八舌都是指责他和姚老太爷、姚老太婆的，但是他心里又舍不得小妮妮，眼睛咕噜噜转了几圈，看一下没办法解决，一路骂骂咧咧不甘心地走了。今天真是倒霉，怎么碰上个爱管闲事的老狗？老鸨走了，但是却没有向姚家退回那10两银子，想是还不甘心，一定会再回头来帮小妮妮的。姚老太爷和姚老太婆脸色铁青，非常生气，但是又不敢当着全村人的面谩骂严老族长，只好瞪着眼骂小妮妮：你这扫把星还躲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滚回家，小心没有你的饭吃。但是小妮妮已经怕死了，她知道回去准没有好果子吃，她紧紧地拽着老族长的手，死活不肯松开，下定决心绝不回去了。即使以后转运空间让她赴汤蹈火，也誓死不移。欠金币可以还，进了银窝可就出不来了。倒霉运的扫把星，你个克死人的赔钱货，除了青楼谁敢要你？我们家富财可是要考状元的，可不能让你这晦气东西影响了他的运势。一村人就知道避避避，谁稀罕也不见有人敢买你回去呀，就会多管闲事，也不怕舌头长钉。村子里的人也就是看不得姚家的所作所为，要说领妮妮回去自然是不敢的，这年头自己都吃不饱，哪里敢往家里添张嘴？更何况姚老太婆天天骂小妮妮是扫把星、灾星，到底是不是谁也不知道，谁都不想像老族长家一样天天倒霉运。10两银子是吧？我现在就给你写张欠条，这孩子我收养啊。在大伙的见证下，老族长在村民的一片感叹声中拉着小妮妮走了。都是一个村子的人，小妮妮知道一点严爷爷家的情况，严爷爷家里人很多，家庭状况并不好，都说老族长家霉运深重都没治了。还没来得及介绍家里面的人，小妮妮就发现家里面的人头顶上都有一朵像云雾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恶毒老太每天让4岁半的亲孙女砍柴喂猪，更可恶的是为了10两银子还把她卖给青楼。可她却不知福宝是承载气运而生，体内自带转运空间，自从族长收养了福宝后，走了20多年霉运的家族便开始逆天改命。这事是我不对，没经过家里人同意就把小妮妮买下来，我实在是看不得姚家的做派，要把孩子卖到青楼，我实在是忍不住气。严爷爷没有底气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，突然多出了一张嘴，大家伙心里面都有气。一旁三儿媳严张氏沉不住气了：爹，照理说家里的事轮不到我这3媳妇来指手画脚，只要是生活好过点，我也不会怪你。你也知道现在10两银子对我们家意味着什么，前头欠的银子还没还呢，这又欠上了新债，那不是搓磨我们小辈吗？四叔上学花费这么大，小姑子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，过2年我们真也要说没了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我们想想。严奶奶一声不吭，可多多少少心里面也有怨气。这娃儿虽然可怜，可这老头子怕是忘了，这几年手上银子从来没有超过500文，这老家伙一声不吭就签10两的欠条，算怎么回事？感觉到饭桌上的低气压，小妮妮非常的紧张，低着小小的脑袋都不敢抬头。就在这时，大院里忽然飞进来一只喜鹊。庄户人家都把喜鹊进门认为是喜兆，一家人脸上神色都缓了缓。最明显的就是严奶奶，既然买了就留下。严爷也在家里是说不上话，严奶奶开口决定把小妮妮留下了，没有人再提出质疑。吃饭吧，菜都凉了。面对小妮妮这个不速之客，虽然大家都有怨气，可严奶奶还是把唯一的鸡蛋夹给了小妮妮。多吃点，咱家再穷也没有专门饿孩子的。谢谢奶奶。小妮妮一边感谢，可还是没动筷子。你咋个不吃啊？我是扫把星，
不能吃这么好的东西，吃多了会给家里招祸的。我待会吃你们剩下的就行。那你平时不吃的吗？洗碗筷后有剩下的我就吃。姚家明明是富户人家，田地多还养有短工，一年到头肯定是有余粮不少。小妮妮居然只能吃剩饭。4岁多的孩子身上没有几两肉，一家人都气坏了，越想越不是滋味。吃吧，奶奶给你就吃。我们家再穷，好东西就应该紧着孩子的。严奶奶给小妮妮夹了一块鸡蛋，强硬的让她吃。小妮妮怕自己不听话被赶走，连忙把一块鸡蛋往嘴里塞。这个鸡蛋真香！几个孩子扑哧一下都笑了，连一贯严肃的严奶奶都露出了笑容。这孩子可真逗，望着一桌子的人脸上都充满着善意。小妮妮更腼腆了。我以后一定要多干点活回报他们，洗衣服、砍柴、挖野菜、喂鸡都包圆了。吃完饭，小妮妮就想起身刷碗，严奶奶把她按住，牵着她到自己房里。老大媳妇严清华也跟了上去。老大家的，你看看水烧开了没有？准备给妮妮洗个澡。是哦，严清华说完便出去烧水。这是珍珍姐小时候穿过的，还没有破，应该你穿刚刚好。小妮妮以前穿的都是姚家小孩穿过的旧衣服，到她身上都破得不成样了。严清华看着小妮妮身上穿的，摇了摇头，这种衣裳也就姚家敢往自己的孙女身上套，小乞丐都穿得比你好。严奶奶和严清华两人给小妮妮洗完澡后，便换上干净的旧衣服，大家都看呆了。这么好看的孩子，这个恶毒老太婆怎么会舍得把它卖呢？严清华忍不住感叹：我的妈，这是离8寸的小孩都没得这么漂亮的吧？小妹妹可真好看，以后我也有妹妹了，我要带着她一起玩。小妹妹瘦弱得很，就是风一吹就会挂树上那种。几个哥哥都稀罕得紧，一下都围住了她。妹妹，我是大哥。我是二哥。三哥以后带你玩。严奶奶一脸嫌弃轰走3个孙子。滚滚滚，你们别吓着妹妹。妈，这闺女也太可怜了，干脆就给我养了吧。就算是我和永义名下的，我少吃几口饭就够她吃，以后那4两银子也让我们来还。妮子，给婶子做女儿好不得行吗？这个婶子太好了，以前还老是给我东西吃，是个大好人。严奶奶不同意，小妮妮也不敢点头，严杜氏也不舍得撒手，见严奶奶还不点头，又祈求地看向了严永义。娘，你就同意了吧，横竖我们15年了也没孩子，这孩子我也喜欢。这回严爷爷也觉得自己做对了事，一下和颜悦色。我看这孩子跟我们家本就是有缘分的，我同意了，我给孩子取个名，直接入族谱。正凡这孩子怎么安排？老大没有一儿半女，一直是他们夫妻俩的心病。有了小妮妮，这样也算皆大欢喜。妮妮，你以前有大名吗？严奶奶这一开口，也算是同意了老大收养了。小妮妮懵懵懂懂地眨巴着又黑又亮的大眼睛。什么叫做大名？看这小表情就知道是没取名的。大名就叫严楚楚。妮妮刚进门就有喜鹊报喜，你就是我们家的小福宝，我们以后都叫你福宝好不好？严楚楚，福宝，我喜欢，谢谢爷爷，我以后也有大名了。福宝的声音又软又糯，一切都感觉那么温暖。翌日一早，一家人吃过早饭后，吃完早饭，大哥二哥要上山砍柴挖野菜，楚楚要不要一起去？山上可好玩了。严明前和严明坤很稀罕这个妹妹，出门也想带上她，终于也有妹妹了，以后可以在伙伴面前拼命的炫。福宝还小呢，就不去了，在家跟奶奶。奶奶，我可以砍柴，也可以挖野菜，我还知道哪里野菜多，哪里有鸟窝，让我跟哥哥去吧，我可以帮忙的，不会白吃饭。我也去，我要去掏鸟蛋玩，我也不白吃饭。娘，就让他们去吧。大郎、二郎，你们看好弟弟妹妹，要是碰到有人欺负妹妹，可要帮着点，特别是遇到姚家人，小心避着点，打不过就跑。严杜氏还是有点担心，怕碰上姚家人会对楚楚不利。大郎和二郎爽快地答应了。知道了，大伯娘。走了福宝，大哥带你上山挖野菜。大郎带了绳子和草刀，二郎背了个背篓，福宝最后还是磨着奶奶给他弄了个小篮子，挖野菜也累不着他。到了山林，没一会儿大郎就捡了一捆柴火，二郎的背篓也快满了。楚楚自己也挖了半筐野菜，楚楚迈着小短腿，这里挖挖那里敲敲，最后停在一棵枯树下。哥哥，快看，这棵树里面有东西。这个小女娃运气到底有多好？几个哥哥带着她去荒山挖野菜，直接就找到了松鼠的老窝，里面堆满了各种栗子和豆子，就连平时基本看不到的兔子也和他们撞了个满怀。主人收获粮食，获得50金币，找到4只兔子赚取100金币，空间欠款850金币。哇，
原来找到粮食就可以赚金币呀！以后我要努力点，继续找更多的粮食，这样大家就不用再挨饿了。好像除了自己，其他人都听不到这个小娃娃的声音。福宝心里面也想着一定要守着这个秘密。几人回到家后，一大家子都惊呆了。小祖宗，兔子你们怎么抓到的？这也太奇怪了，除了村子里的猎人偶尔进深山可以猎到猎物，村里人平时最多能掏个鸟窝爪子捉鼠的，很少能抓到兔子。你们几个运气也太好了吧，一下就抓4只。我和福宝在挖野菜呢，哥哥们刚回来，兔子就跑出来和我们撞上了。我们家楚楚可真是个福宝，那是多好的运气哟！严奶奶眉眼都展开了，年轻了好几岁。以前出门不踩到翔就好了，哪里会有这样的好运？就是，如果不是楚楚，我们什么都捡不到，今天连鸟蛋都掏不到一个。几个哥哥也附和，觉得今天带妹妹玩是对了。老大，待会你把这2只兔子拿去镇上卖，家里还有几斤干蘑菇也一起卖了吧，再切2斤五花肉回来。这2只兔子足有10多斤，1斤30-40文，可能卖不少银子呢。自己家是不舍得吃的，听说今晚有肉吃，大家都高兴。一家子可是好久没吃上肉了。这2只小的就给你们几个养的完了，别忘了每天喂点东西，整死掉嫩话打你们屁股。特找你二叔你们做的兔子笼，就养在鸡笼的旁边。闺女，过来，要不要跟爹去卖兔子？去吧，跟你爹去，让你爹给你买串糖葫芦。严奶奶难得这么高兴，就决定让他们父女俩一起出门。楚楚是第一次去大桥镇，满脸都是兴奋和好奇。大桥镇整个镇子也就不到200米的2条街，严永义直接把兔子放在集市的街头摆卖。街上的人不多，稀稀拉拉的，平时这么好的兔子都能卖个40文1斤，这回严永义也不敢喊高了。可是就算说35文也没有顾客。卖兔子了，肥肥的兔子，我和哥哥刚上山捉的。这孩子胆子这么大的吗？这个有福气的伯伯，你要买我们家的兔子吗？我们家兔子又肥又大，吃了家里的爷爷奶奶都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。哥哥姐姐聪明伶俐的哦。哎呦，小妮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这小嘴巴就那么甜。我叫楚楚，爷爷说是楚楚动人的楚哦。楚楚，这名字你爷爷取得可真好。是的呀，我爷爷是大秀才呢，吃了我家兔子，哥哥姐姐肯定会添财气中状元的。你家的闺女嘴巴可真甜，谢谢你的吉言，兔子直接给我称了吧，反正我们家人多，2只刚好够一顿。这位老爷，谢谢您了。兔子在家里称过了，一共15斤半，就算你15斤，保准称头够的。不信的话，您可以回家再称。35文1斤，一共是525文。老爷看要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府上？不行，横竖也不远，你就帮我送到前街的宋府。不用找了，剩下的赏给楚楚买糖吃。主人卖兔子收获10金币，欠款840金币。兔子炖蘑菇、小鸡炖蘑菇都很好吃哦。伯伯要不要把我们家的蘑菇一起买了呢？奶奶说4-5斤才能晒1斤呢，50文1斤，不贵哦。你这小嘴巴，如果伯伯不买，是不是你还要哭鼻子呀？不会，伯伯不买也送你2把炖兔子。这小嘴巴怎么这么甜？伯伯不要都不好意思了，我家要有这样的小甜宝就好了。好了，蘑菇也一起给我送过去。把蘑菇和兔子送过去，5斤多的蘑菇，严永义坚持只按5斤算，一下又收了250文。宋老爷特意让下人打包了1包糕点，还捏了一把楚楚的小脸蛋。以后再有什么新鲜的野货，直接送到府上就行。谢谢伯伯。卖了兔子，严永义高兴，照着娘说的，到肉档又割了2斤五花肉。回到家后，严永义把卖兔子剩下的铜板全部拿出来，还把卖兔子的过程学了一遍。楚楚这孩子如此聪慧，倒是看不出来，以前文文静静的，也不爱说话，想来是生在那样的人家，藏了着。这100多文是楚楚多挣回来的，你们拿着，再去镇上的时候给楚楚买点头花、头绳、零嘴什么的，女孩子都爱俏，应该娇养着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福宝就拎着1篮子的鸡蛋来了。奶奶，这是我捡到的蛋。福宝，你怎么不再睡一会？怎么捡了这么多的鸡蛋？平时严奶奶都是一大早起来就捡鸡蛋，他们家一共养了10多只鸡，因为没有什么好的吃食，鸡都瘦得很，一天也就能捡2-3个蛋，这会满满一小篮。他数了数，一共9个蛋。昨天的蛋已经捡过了，下这么多蛋，难道是母鸭出轨了？管他谁出轨，如果天天下这么多，起码可以保证一家人天天都可以吃上蛋了。鸡蛋可补着呢。
主人让鸡多产蛋收获10金币，剩余欠款820金币。以后每天早上给楚楚和三郎都煮个鸡蛋。知道了，娘。小姑要去河边洗衣服，你要一起吗？好的，楚楚可以一起洗。福宝很喜欢小姑，眨着大眼呆萌呆萌的笑。到了河边，小姑子也没舍得让她洗。楚楚在旁边玩着，等着小姑啊。楚楚洗得干净。楚楚坚持跟着洗衣服，她觉得家里的人对她已经很好了，自己又不是不会洗，应该也要为这个家出一份力。小姑，你看鱼，大鱼。这是很浅的小溪，平时难得见到鱼，这回他们面前却游来了一条大鱼。小姑子刚想往河里跳，想直接把鱼给捉了，没想到那条大鱼却直接一下就蹦到了楚楚的怀里。主人徒手捉鱼收获50金币，剩余欠款770金币。幸福突然而至把小姑子都乐坏了，连忙把鱼接过来放到了空桶里。福宝乖乖坐着，别乱跑，不能靠近水，知道没？等着小姑姑。小姑姑把鱼先送回去。知道了，姑姑。小姑子刚走，福宝就在河边捡到了一块黑乎乎的石头。